2025年4月16日，位于荷兰南部的小城海勒福茨斯莱斯，初春的阳光给小城带来了温暖和希望。就在这个下午，一声尖叫毫无预警地划破了磨坊间的宁静。邻居们先是愣住了，他们以为那只是孩子们的吵闹，但接下来的沉重撞击声、低沉的咆哮声、杂乱的家具碰撞声，却让他们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。一位邻居起身查看，一位则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。短短几分钟后，一辆小型汽车从住宅街区后方的小路疾驰而出，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声格外刺耳。光天化日下，发生了抢劫或者绑架案件吗？警方在接警之后迅速赶来，最先抵达的巡逻员注意到，离开现场的车在地面上留下了一串暗红色的血迹，事情似乎比想象中更严重。巡逻员沿着血迹走入了一间住宅，他们只是朝里面看了一眼，就立刻请求更多支援。只见屋内凌乱不堪，血迹从客厅一直蔓延到厨房，又从厨房拖拽至后门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气味和阴冷恐怖的氛围。一个年轻的新警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画面，他在现场不自主地微微颤抖起来。这个警员走进了厨房，他的脸一下变得惨白，眼前是一具女性尸体，倒卧在地面上，身体被利器反复攻击。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他的头不见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黑暗目击者云奇。上一集的节目中，我们讲述了一个母亲对家庭的毁灭。今天我们要目击的是一个母亲被残忍杀害的案件。这就是4月刚刚发生在荷兰的高速公路人头案。海勒福茨斯莱斯位于荷兰西南部沿海，坐落于福夫兰半岛，隶属于南荷兰省，面积46平方公里。根据2023年的数据，当地人口约为 4.1 万人，距离荷兰第2大城市鹿特丹大约30公里。城市氛围安静，治安状态良好，属于低调安宁的居住型城市。在此居住的居民多为中老年人和家庭，他们大多是本地居民和一部分鹿特丹的通勤人口。这起骇人听闻的斩首案件发生在这个以宁静、安全、海港文化著称的小城，并且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发生，这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一些人开始猜测，这是一起仇恨报复案件吗？或者是恐怖袭击案件？警方封锁了案发现场，警戒线把周围的邻居们隔绝在住宅之外。当他们弄清楚受害者之后，更是不可思议地相互讨论起来。从他们透露的信息中，我们得以了解这个案件中的受害者。她是一名63岁的女性，名叫阿丽亚。她在这个街区生活多年，性格温和，总是带着笑意与邻居点头打招呼。人们记得她种的玫瑰花开得很好，也记得她爱在阳台上喝咖啡、读报纸。她热爱生活，从来不曾和任何人发生过冲突和争执。阿丽亚有2个儿子，年长的那个早已搬出家中，常年居住在外地，据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另一个儿子每个周末都会回家探望他。关于孩子的父亲并没有太多的消息。邻居们回忆说，阿丽亚独自抚养孩子长大，在孩子们独立之后，她一直独自生活。时间往前回拨2天，那是复活节假期刚刚开始的时候。阿丽亚显得非常开心，她专门去超市购物，并买了比平时多1倍的食材。她告诉超市的店员，家里会有人来吃饭。一位邻居也证实了这个说法，他表示看到过阿丽亚提着满满的几袋食物走进家门，当时她的情绪很好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时间来到案发的下午，阿丽亚家对面的一户邻居还看到过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，但没想到那就是她生前最后留下的形象。接下来的事情
急转直下。午餐时间过后没多久，街坊陆续听到异样的动静。一位住在斜对面的老太太回忆说，当时她正在午睡，忽然被一阵剧烈的砰砰声惊醒。她描述那声音就像是家具被拖拽、撞击，又像是什么被撕裂。紧接着是一阵无法忽视的尖叫，高亢而绝望。一个邻居形容那声音不太像是人类，而更像是某种动物被虐待。再之后，警察接到报警，在几分钟内赶到了现场，于是出现了影片开头的那一幕。紧接着，一个邻居向警察提供了关键的目击信息，属于阿丽亚的一辆蓝色轿车在事件发生之后迅速离开现场，驾驶人身份并不明确，但确定的是轿车开往高速公路的方向。警方立即通过车牌辨识系统迅速锁定了车辆，开始追踪车辆的路线。那辆蓝色轿车一路向东北驶去，上了 A15 高速公路，这是连接荷兰西北部海港城市与东部工业区域的主干线公路之一。前面我们提到了海勒福斯斯莱斯位于福夫兰半岛上，要离开这个半岛， A15 高速公路是最直接的通道。于是警方在 A15 高速公路上迅速设置了多个检查点，尤其是在通往 A4 高速公路的交汇处加大了部署。A4 高速公路是荷兰境内极为重要的一条南北向高速，它连接荷兰的几大城市鹿特丹、海牙、阿姆斯特丹。如果车辆成功驶入 A4 并继续向北，很可能会进入交通更为繁忙的都市带，导致追捕难度指数级上升。1个多小时过去了，警方在 A15 高速公路的搜捕没有收获，而不断往前推进的设卡行动却传来了好消息。在 A4 高速公路上，鹿特丹和海牙之间的戴尔夫特临时封锁点，数名全副武装的警员拦下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蓝色车辆，驾驶者是一名男子，看起来30出头，神情恍惚。当警员要求其下车检查时，一股浓烈的血腥气从车内散发出来。几名现场人员交换了眼色，立刻拉起了黑色屏障，防止路过的车辆和媒体的窥视。他们随即打开了后车厢，里面有个宜家的蓝色购物袋，血液渗了出来，把袋子一角染成了暗红色。里面装着的正是阿丽亚的头颅。警察对精神恍惚的驾驶人进行了简单的问话和身份确认，他承认是他行凶，并向警方说出了他的身份，他正是死者阿丽亚的小儿子杰西。杰西 R 今年31岁，他就是每个周末会回家探望母亲阿丽亚并和他一起吃饭的小儿子。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，让他在一个宁静下午对自己的母亲施以暴行？在警方的通报中，他的身份只是被捕男子，但在邻居、朋友、社交网络的碎片中，我们可以拼凑出他更真实的轮廓。杰西居住在阿姆斯特丹城市边缘的一栋学生宿舍里，这是一间只有27平米的单人小屋，如今已经被贴上了警方的封条。邻居多为外国留学生，几乎没有人认识他，只有个别人模糊记得他曾在电梯中出现，低着头，沉默不语。杰西已经31岁了，他为什么还住在学生公寓里？他还在上学吗？答案是没有。他曾经是一名哲学专业的大学生，但是他早早中断了学业，一直没有能完成学位，而退学的原因和他的精神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。他在案发多年前就在社交平台上坦言自己患有躁郁症，在医学上，躁郁症的正式名称为双向情感障碍，它并不是狂躁和抑郁2个病症的简单叠加，而是一种在情绪高峰和低谷之间反复剧烈波动的疾病。在躁狂期，他可能思维奔放，自信爆棚，甚至冲动鲁莽；而在抑郁期，他则会变得迟缓、疲惫、自我怀疑，甚至出现轻生的念头。
患病的杰西虽然没有完成学业，但是他还是找到了工作机会，在一家服务于高智商人群的组织，负责运营社交媒体账号。可惜这份合作在案发不久前结束了，原因没有官方说明，杰西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关于这份工作中的更多细节。不过，在那之后，他曾在领英上坦诚地写道：“我正在寻找一个愿意理解我遭遇限制的机构，一个不害怕使用我的高智商的地方。”可以想象，他的疾病对于他的职场生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阻碍。如果杰西的疾病是真实存在的，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据他之前向朋友透露，他自己认为是吸食了过多的叶子造成的，而他的感情生活则是直接的触发点。杰西曾经表示，在他精神状态开始变坏之后，他也开始怀疑女友出轨。一方面，他知道这很可能是自己内心的偏执，但同时他无法控制不断放大的猜疑。女友为此心力交瘁，和他分手之后，他常常因严重的情绪波动而持续失眠，有时候白天却突然陷入昏睡状态，生活变得一团糟。他只能接受药物治疗，但哪怕是这样，他并不愿意完全接受自己是病人的身份。他曾在网络上公开声援，打破精神疾病者无法工作的偏见。他希望自己被看作是特殊的、有能力的，而不是危险的、需要被控制的。他的母亲阿丽亚对他的精神状况有一定的了解。阿丽亚曾经对他的邻居表达过，他非常担心杰西，也多次尝试联系精神卫生机构，询问是否有可能强制收治自己的儿子。但基于我们已知的信息来看，阿丽亚并没有成功让杰西入院接受专业治疗，直到惨剧的发生。那么，杰西残忍杀害阿丽亚是出于仇恨呢，还是精神疾病对他的影响呢？在讨论这个问题前，我们先把目光转向台湾。2023年，在那里发生了一起惊人相似的案件。案件的行凶者姓钟，具体名字出于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保护而没有公布。钟姓男子年纪在40岁左右，19岁进入大学时，因遭受来自同学的霸凌而受伤入院，进而确诊患上了思觉失调症。思觉失调症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拗口，其实就是我们更常听到的精神分裂症。这类病患的大脑在处理现实和想象上出了偏差，他们可能会听到不存在的声音，看见不存在的画面，甚至坚信一些别人完全无法理解的想法。比如有人在监视他、操控他，或者身边最亲的人其实是敌人。可以这样理解，患者就像是活在一个不断串台的电视频道里，有时候和现实同步，有时候会完全偏离。而这时候，如果没有人提醒，没有介入治疗，帮助他们回到现实，他们可能就会在错觉里做出一些可怕的决定。2023年年初的一个傍晚，钟南在家中举起了手中的哑铃，用力砸向他面前的一个男子的头部，鲜血瞬间喷射到墙面、地板上。受害男子应声倒在血泊中，很快就没有了呼吸。为什么说这起案件和杰西案惊人的相似呢？因为钟南杀害的人也是他的亲人，他的父亲。据事后调查，钟南因为生病的原因，已经有7年时间彻底不再工作。父亲有时候会埋怨几句：“你整天无所事事，不修边幅。”所以两人常有一些小摩擦。案发当天，两人因为家中空调维修的小事发生了争吵。这次争吵很快就平息了下去，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，惨剧还是发生了。当警方赶到现场时，钟南情绪依旧非常激动，甚至一度无法辨识自己到底做了什么。最终，法院认定
钟南患有思觉失调症，案发时处于急性发作状态，导致认知和判断能力明显受损，无法控制杀人冲动。但是，钟南长期与父亲互动不佳，心怀不满，在急性发病下冲动杀人，犯罪情节仍属严重。法院判处钟南有期徒刑12年，并在服刑前执行3年监护处分，要求其住院接受精神科治疗，待病情稳定后再入院服刑。事件到此就结束了吗？没有，另一个惊人的事实在庭审中暴露出来。钟南的父亲同样患有思觉失调症，两个病患在狭小的屋檐下日复一日共处，彼此激化，彼此反复伤害，最终酿成了这场血案。回到杰西的案件，杰西杀死阿丽亚是出于仇恨，还是精神疾病对他的影响呢？在我个人看来，更大的可能性是他的疾病影响。首先，据邻居表示，此前从未看到两人发生过明显的争吵，并且杰西的社交平台上没有留下任何对母亲的怨言。第二，如果是因为仇恨而预谋杀母，会选择复活节假期所有邻居都休息在家的下午时间去犯案吗？第三，我们再仔细看时间线，从邻居听到打斗声、惨叫声，再看到车开离社区，整个过程非常快。我没有办法相信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可以在短短的10来分钟的时间内杀死自己的母亲，砍掉她的头，再带着一起逃跑。这完全不是一个精神状态正常的人可以做到的。杰西被捕之后仍然处于极度的混乱状态，荷兰法院随即延长了他的拘押时间，并安排他进入了皮特班司法精神鉴定中心，这是专门用于精神状态评估的荷兰国家司法观察机构。犯罪嫌疑人会在此接受多日甚至数周的精神状态评估，由心理学家、精神科医生、行为专家共同判断其是否具备责任能力。杰西罪行震惊了整个荷兰，他目前已被放置在优先评估名单中。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对他进行评估呢？预计他在今年冬天才能评估，因为候诊名单实在很长。如果杰西被确诊为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，例如躁郁症导致的精神错乱状态，那法院很可能不会将他判刑，而是转交给强制精神治疗机构进行常年收治。这在法律上叫做 TPS， 意为交由国家处置。TPS 不设具体刑期，直到医生认定病患不再对社会构成威胁，才有可能释放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样的处理方式常常难以理解。有人会说，杀人了，怎么还能不坐牢？或者说，进医院不是等于逃避惩罚吗？我们确实也听到过非常多的案件，行凶者借由精神疾病为借口，试图逃脱法律制裁。但同时，我们也必须看到精神疾病患者的困境。在美国，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约占所有杀人案件的10%。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7项研究中，患有思觉失调症的杀人案件，大多数受害者都不是陌生人，而是最亲近的家庭成员。杰西的案件并不复杂，但弑母的罪行却令人震惊。很难想象，如果杰西在接受治疗、恢复清醒意识之后，他要怎么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？我觉得，那会是他一生无法摆脱的噩梦，也是对他最重的处罚。我讲述这个案件，不是为了制造恐惧，也不是为了谁洗地，而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正视精神健康问题。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精神上的挣扎、焦虑、抑郁、情绪起伏。他们不像骨折那样可以被直接看见，却能深深影响一个人的生活。我自己身边也有朋友患有抑郁症，我最常能感受到他们的态度是无奈逃避。
他们会说，如果别人知道了我的健康状况，很大可能会怀疑我的工作能力和生活能力，我就真的完蛋了。当整个社会还没有建立起对精神健康问题的正确认知，很多人只能选择逃避。在这里，我想对正在经历情绪困境的朋友说，每个人的心里都可能藏着一块阴影，它或许很小，很隐蔽，但如果我们一直假装它不存在，它会慢慢长大，直到有一天控制我们的人生。请你试着看见它，然后允许自己讲出来，不要一个人扛着。心理咨询师、专业热线，甚至平时你不太敢麻烦的朋友，也会倾听你的心里话。记得，正视痛苦，才会远离悲剧。每一个真实的罪案，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故事，它是一场心碎的悲剧，一块未愈的伤疤，也是对世界的警示。你对杰西的案件怎么看呢？你觉得他应该受到严惩，还是应该接受治疗呢？欢迎订阅、留言，让我听到你的声音。我是云奇，我们目击黑暗，去寻找光。